你知道人工智能是咋诞生的不？这可就像是一场超有趣的科学大冒险故事。AI 的缘起主要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，第一个发生在1950年，第二个发生在1956年。时间先回到1950年，图灵这位大神发表了《计算机、机器与智能》这篇论文，他就琢磨着机器到底能不能思考这件事儿。他还搞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仿游戏的测试方法。怎么玩呢？就找一男一女在屋子里，只能写字回答问题。屋外有一个测试人员负责提问，他要根据回答来猜出谁是真的女的。屋子里的男人得想着法子去骗测试人员，让人家觉得自己是女的，而女人就得努力地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。这男人和女人也可以想象成是机器和人。要是测试人员没有办法从回答里判断出哪一个是人，哪一个是机器，那就判定计算机有人类智慧了。现在的图灵测试是进阶版本，测试的时长一般是5分钟。要是电脑回答人类测试者的问题，能让超30%的回答被误认为是人类的回答，那就算电脑通过测试。就因为这论文和图灵测试，图灵成了 AI 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，还被封为 AI 之父呢。但我个人觉得，这个时期是 AI 的10月怀胎的孕育期，图灵更应该被封为 AI 之母。虽然有很多人觉得他的论文哲学思考多，技术内容少，但在当时就像是在科技荒漠当中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。再把时间快进到1956年，在美国汉诺威小镇邻近的达特茅斯学院，有几个厉害的家伙：约翰·麦卡锡、马文·明斯基、纳萨尼尔·罗切斯特，还有克劳德·香农。他们组织了一场学者的聚会，一起讨论机器模拟智能的各种问题。在50年后的 AI 大会上，约翰·麦卡锡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就是 "to nail the flag to the mast"， 就好比要把旗子牢牢地钉在桅杆上，那决心，那热情，杠杠的。麦卡锡还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名称，虽然当时被不少人反对，但还是巩固了他在这领域的定位。这场聚会其实就是个头脑风暴会议，时序大概6到8周。一开始计划11位数学家和科学家参加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到齐，但也有10多个人来参加了短暂的会议。从保留的一份潦草的会议记录里，还能辨认出那些科学家的名字。嘿，你看，这些名单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来自 MIT 和 IBM 这2个机构。为什么呢？原来麦卡锡和明斯基都曾经在贝尔实验室给香农打工。香农当时研究图灵机能不能当智能活动理论基础。可是麦卡锡只对计算机实现智能感兴趣，他觉得香农有时候太理论了。于是他就和 IBM 第1代通用机701的主设计师罗切斯特计划搞个活动，讨论机器模拟智能。他还拉上了香农还有明斯基一起写项目建议书找资助。这些参会的可都是大神，当时就成就满满，后来不少还成了 AI 界的巅峰人物。像约翰·麦卡锡，他是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，也是会议组织者之一。1948年，他参加了脑行为机制的讨论会。本诺伊曼提出的次富值自动机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从此他就琢磨着计算机上来实现模拟智能。达特茅斯会议前后，他主要研究计算机下棋，会后还发明了 Lisp 语言，这可是人工智能研究常用的编程语言。1971年，他还因为在 AI 领域的贡献得到了图灵奖。马文·明斯基也是关键人物，他是一位认知科学家，和麦卡锡一起创建了人工智慧的研究室，这也是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前身。1951年，
他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网络模拟器 SNARE， 还解决了让机器根据过去的行为预测当前行为结果的问题，给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打下基础。1969年，他获得了图灵奖。塞弗里奇是模式识别的奠基人，后来领导了 Mac 项目。这个项目后来又分又合，成了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 CSAIL。香农更厉害，他是数学家兼工程师，比其他人年长10岁左右，当时就是贝尔实验室的大佬，被誉为是信息论之父。1950年，他发表的论文为计算机下棋奠定了理论基础。赫伯特·西蒙和艾伦·纽厄尔一开始是师生，后来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。他们合作了42年，直到纽厄尔的去世。他俩一起拿了1975年的图灵奖，这是图灵奖首次同时颁给2个人。赫伯特·西蒙还在1978年拿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。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奖，还有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都收入囊中，他简直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。除了这些人以外 ，IBM 的塞缪尔、达特茅斯的摩尔、算法概率论的创始人所罗门诺夫，还有等等学者都参与了这次会议。这次会议讨论了7个主要议题：一是自动计算，也就是可编程计算机；第二个是怎么给计算机编程，让它能够使用语言；第三个是神经网络；第四个是计算规模理论；第5个是自我改进，也就是机械学习；第6个是抽象；第7个是随机性和创造性。不过呢，万事开头难。1956年这场夏季研究项目没有达到预期，大家到会的时间不一样，有些学者都没有互相碰到面，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项目，这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会议。对于这个领域一般的理论，特别是学习的一般理论，大家也没有达到一致。有人觉得人工智能应该从符号逻辑和演绎的方法角度去搞，有些人觉得应该从概率学的角度，还有的人觉得应该从神经网络的角度，但大家还是有共同的愿景的。他们提出的提案当中，大胆地说，我们要让学习的每个方面，或者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，在原则上都能够被精确描述，然后造出机器来模拟它。从积极的角度说，讨论的主题里，符号方法的兴起、专注有限领域系统，也就是早期的专家系统，还有演绎系统与归纳系统这几个方向，被认为是研讨会发起或者是鼓励的。参与者亚瑟·塞缪尔说，这场会议非常有趣，非常刺激，非常令人兴奋。虽然这个会议发生在了半个世纪之前，主要是大范围的集思广益，但它就像是一颗火种，催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 AI 革命。从那以后，人工智能就有了活力和生命。2006年人工智能50周年的大会上，莫尔、麦卡锡、明斯基、塞尔弗里奇，还有所罗门诺夫又重新聚在了达特茅斯学院，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。我好奇地查了一下1956年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会议所有已知的与会者，在今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最后的一位离世者是创办会员，并且是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一词的约翰·麦卡锡，他是2011年走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类似 ChatGPT 这类应用的崛起，以及今天人工智能大规模的爆发。总之，达特茅斯会议是一个里程碑，它给人工智能取了名字，搞了个社区，还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，它为塑造当今世界的技术革命打下了基础。